今年智能眼镜市场卷起来了，老牌国产手机厂商魅族也没闲着，发布了自家首款 AI 拍摄眼镜 Star-V Snap， 它号称业内首款可以长时间录制的智能眼镜，主打一直戴一直拍，定价是1999。我好奇的是，这么一副仅39克的眼镜，怎么能一直拍？除了拍摄，还有什么好玩的功能？1999的价格真的值得上手吗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佩戴 Snap 1个月的真实体验。Snap 采用了半透明磨砂质感的外观设计，既有科技感又不失时尚，整体外观很年轻化。对于智能眼镜来说，重量是决定舒适度的第一要素。Snap 不含镜片的重量是39克。而小米 AI 眼镜是40克 ，Ray-Ban Meta 42克，但舒适度不能只看重量，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设计细节，比如说镜片与镜腿的夹角、镜腿铰链是否具备弹性等等，能够很好的适配不同的脸型。我实际佩戴一整天10个小时，耳朵和鼻梁都没有明显的压迫感。镜片方面呢 ，Snap 是支持光学镜片和墨镜2种。近视用户呢，你可以拿着镜框直接去任何的眼镜店都能配镜片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想要墨镜，也可以说直接换上墨镜片就可以。我自己选配了一副橙色的墨镜片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充电方面呢 ，Type-C 接口设计在镜腿的末端，随手一插就能充电，很方便。也支持选配充电盒，放入就可以充电。Snap 最大的亮点是不间断一直拍。市面上大多数智能眼镜单次录制时长普遍是比较短的，比如说小米 AI 眼镜单次最长10分钟 ，Ray-Ban Meta 只有3分钟，时间呢经常不够用，想录长视频呢就要频繁的点击录制，过程当中呢容易错过珍贵的镜头。而 Snap 突破了这个限制，支持不间断录制，录演唱会、录孩子表演都能够一录到底，不用担心拍到一半就突然停止了。另外呢 ，Snap 还支持语音快捷指令，不用唤醒词，开始拍照。这个功能虽然小，但真的就很贴心。现在智能助手太多了，家里的、手机上的、车上的，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经常叫串了。Snap 不用唤醒词，很贴心。那魅族怎么做到不间断录制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不间断拍摄用的是720P 分辨率，而不是1080P。这显然是为了平衡画质和续航。智能眼镜电池容量有限，要实现长时间录制，就要在分辨率上做些取舍。720P 肯定比不上1080P，但对于眼镜来说，拍得到往往比拍得好更重要。如果要追求画质，手机不是更香吗？对于日常记录，比如说演唱会、家庭聚会、孩子表演，我们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完整记录下来，而不是说每一帧都是电影级画质。如果想要高画质呢，没问题，可以切到1080P 的模式，单次录制时间10分钟，总录制时间可以达到4分钟。这个时长呢，也比 Meta 的3分钟要强得多。简单总结，日常记录就选720P，能够拍得更久；精品制作选1080P，画质更好。直拍画质怎么样？我选了3个典型场景进行测试。场景1，白天户外，阳光明媚，看看色彩还原和清晰度的表现。场景2，室内暗光，光线比较暗，可以看看画面纯净度和细节保留。场景3，边走边拍，走路和跑步拍摄，测试黄抖效果。你觉得 Snap 的拍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说出你的感受。Snap 还有2个实用的创意功能，第一个是照片支持 Lomo 风格，它能把照片和视频处理成胶片相机的效果，带有复古的色调和颗粒感，特别适合拍一些有氛围感的场景，比如说老街、咖啡厅、日落，瞬间就能拍出文艺范儿。第二个是 Live 动图，这个功能和 iPhone 的 Live Photo 类似，拍照的时候呢就能够自动记录3秒的动态画面，比如说拍孩子的笑容、朋友的挥手、宠物的跳跃，回看时呢不是一个静态的照片，而是一段3秒的动态回忆。Snap 的 AI 功能覆盖了从语音助手到实物翻译，再到会议记录等等场景。我发现魅族是真的懂社恐，他们专门在左侧镜腿设计了一个物理快捷键，双击 AI 按键就可以启动相应功能。听到重要信息需要快速保存，不用当众对着空气说话，或者明显的掏出手机操作，这个设计就很贴心。Snap 搭载的语音助手能覆盖日常需求，比如说查天气、放音乐、设置提醒等等。小西，小西，天气怎么样？深圳市多云，19至24度。日常操作呢都能顺滑的搞定。开启通知播报功能之后呢，来电、短信、APP 通知会自动朗读内容。还有一个实用的小细节，可以自定义播报暂停时间，短的5分钟，长的直接暂停到第2天早上。比如说我要和人说话、开会，或者是我就想清静一会儿，暂停一下
世界就亲近了。Snap 搭载同理千问答模型，不仅支持 AI15功能，还支持多种触发视觉的智能问答。小西，哎，请识别我面前的东西。你手里拿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，背景是办公桌，有显示器、键盘和咖啡杯哦。小西，哎，请识别我面前的东西。你好，我是您的 AI 语音助手小西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请识别我面前的东西。你手里拿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的哲学著作，封面是深蓝色的，背景是楼梯间哦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在光线充足、物品清晰的情况下 ，AI15和智能问答效果都不错，但是暗光或者复杂环境下，准确率就明显下降了，识别不准会直接影响问答质量。此外 ，Snap 还有一个实验室的功能，叫视觉辅助模式。开启之后 ，AI 会通过摄像头采集环境图像，并且自动描述周围的情况，给出安全提示。当前方有台阶的时候呢，助手就会提醒前方是楼梯，请小心抬脚。即使在昏暗的环境当中，这个模式仍然能够有效地描述周围的情况。前方是一段楼梯，台阶呈浅色，边缘有黑色防滑条，右侧有金属扶手，可以扶着上下。楼梯向上延伸，尽头处墙上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牌，上面写着安全出口，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应急灯，左侧是白色的墙壁，没有其他障碍物，整体环境较暗，但楼梯和扶手清晰可见，适合行走。请注意脚下台阶，小心慢行。但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官方明确说了，这个功能并非专门为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辅助设备，不具备专业设备所需的高精度、个性化以及全方位辅助的能力。对于经常出国的人来说，实时翻译是刚需。Snap 支持12国语言实时翻译，包括中英日俄法韩等等常用语言。我重点实测了中英和英中两种语言，安静环境下准确率还是蛮高的，翻译速度也 OK。即使周围有空调噪音，它也能够准确识别说话内容，并且快速的翻译。翻译内容呢，如果记不住，可以在 Snap 的专用 APP 中查看历史记录，不仅能够看到完整的对话，还支持智能提取功能，一键生成翻译概要。整体来说呢，应对日常出国旅游的基本交流是没问题的，但专业场景我还是建议用专业的翻译设备。会议助手提供2种录音模式，现场录音和通话录音。录音结束后呢，都可以转为文字，使用 AI 内容总结并且生成待办事项，还支持添加备注和标签。我实测了1小时现场会议录音，消耗电量25%，满电呢可以录4个小时左右。30分钟通话录音消耗电量大概是21%。所以说，即使在有轻微噪音的环境下，或者在发音不是特别准确，转写效率也还 OK。不过目前仅仅支持中文或者英文内容的转写，其他语言暂时还不支持。对经常开会或者需要记录重要电话的人来说，这功能确实能够提高效率。测试中我还发现了一些功能互通的细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翻译功能和会议助手录音，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第二个，会议助手录音加拍照也可以同时进行。但第三个 AI 助手和录像它是不能同时进行的。我猜测这个限制是出于硬件性能和功耗的考虑，不过呢，日常似乎也很少，需要同时用到。说完拍摄和 AI 呢，来看看音频。智能眼镜有着传统耳机无法比拟的优势——隐蔽性。就很多人购买智能眼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看中了它在某些特殊场景下的便利性。比如说上班或者上课的时候，想偷偷听个歌、听个书。这跟蓝牙耳机比呢，它在视觉上就低调多了。所以说，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呢，就算是管得严的办公室或者课堂，也不容易引起注意。音质方面，我们测试了 Snap 的人声和低音，大家听听看，这个音质能打几分？Snap 采用开放式音频设计，声音通过定向技术传到耳朵。相比入耳式耳机啊，这个设计有几个优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佩戴更舒适，长时间也不会有闷胀的感觉。第二个，不堵耳朵，能听到周围的环境音。第三个呢，当然了，外观更协调，普通眼镜造型适合多种的场景。当然了，由于是开放式设计，漏音实际上也无法彻底避免。我们也测了一下漏音情况，这是音量50%在安静环境下距离1米远测到的漏音效果。根据我的实际体验，办公室这样的安静环境呢，1米开外
基本上是听不到的。到了地铁等嘈杂环境，除非对方贴着你的脸，否则是很难听到的。这类眼的续航能力很重要，毕竟谁也不想带着就突然没电了。Snap 官方给出的日常使用续航呢是5到6小时，那实际续航表现怎么样呢？根据我自己使用的情况呢，如果说日常听音乐、接电话、随手拍短视频等等，和官方说的也差不多。当然了，电量消耗和使用场景密切相关，听歌呢是比较省电的，视频录制就比较费电了。具体的详细测试数值我放在屏幕上了，大家觉得这个续航表现怎么样？总结一下，经过近1个月的深度体验 ，Snap 给我的感受就2个字：贴心。拍摄方面呢，实现了不限时的录制，这种为实际需求让路的设计思路呢就很贴心。AI 功能方面呢，实体 AI 键不用开口就能调用，对社恐人群来说，小功能大满足也很贴心。音频方面，开放式的设计胜在隐蔽性，该低调的时候绝对低调。贴心。如果你是喜欢记录日常，经常需要长时间拍摄的 Vlogger，Snap 的不限时拍摄就能值回票价。如果你是社恐一族，但想尝试 AI 功能，实体 AI 键省去开口的尴尬，按一下就能实物翻译、查询信息，不用当众对着空气说话。如果你想在办公室或者课堂上低调的听书、听音乐，普通眼镜的外观不会被发现。如果你是商务人士，全能 AI 助手能够帮助你实现12国语言同传翻译、语言实时转写、录音生成 AI 会议纪要，便捷高效。我是黑猫警长008，做视频不易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1键3连支持一下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